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有人在吗？开个门吧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小刘表情凝重地抓起一个平底锅，一点点地靠近门口，透过旁边的玻璃窗悄悄看过去。一个头发凌乱、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黑色购物袋。你是谁？小刘深呼一口气，试探着问。女人看到小刘，脸上一喜。哎，你是小刘吧？我是大黄老婆，我在大黄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嫂子？小刘有些疑惑。哎，是我。大黄过年都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放心他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大黄被感染后的恐怖画面，心里有一丝难过。小刘也很动容，刚想靠近门口，就被人猛地拉住。你疯了吗？凭他的3言2语就开门，他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眼镜男一脸不悦，小刘一愣，而后自言自语，他看着不像。外面都是丧尸，他一个人怎么走到这里的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，大男孩也配合着点了点头。我也不赞同小刘盲目开门的举动，毕竟现在情况特殊。女人依旧在门口不停地解释，眼镜男快步上前，直接抵在了门前。他冷静地分析：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新闻，丧尸会不停地进化，甚至在人类面前隐藏自己。你怎么确定他有没有被感染？就是，你可别把我给坑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小萝莉连打了3个喷嚏，吸了吸鼻子。面对众人的反对，小刘冷静了下来。他扭过头，不再看门外的女人。女人的拍门声越来越重，周围隐约响起了丧尸低沉的吼叫声。赶紧想办法让他走，不然丧尸都会围过来了。小萝莉细声尖叫地喊着，被他这么一喊，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我着急地对门外喊：你快走吧，大黄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听到我的话，女人瞬间面色灰白，绝望地立在了原地，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她哀伤的情绪让人动容，我的心也有些泛酸。丧尸会流眼泪吗？我喃喃道：先放他进来吧。那也不能开门。小萝莉尖叫着阻止。小刘满脸不悦，冷眼看着小萝莉。驿站的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代表着多一份消耗。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这份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。女人惊恐地拍着玻璃门，眼泪疯狂往下飙。她声嘶力竭地喊着：小刘，救救我，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，求求你了。她身后的拐角处不知何时出现了2只面目狰狞的丧尸。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着实为女人捏了一把汗。求求你们了，把门打开吧，我也有食物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急救药品。女人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回荡。眼镜男看了一眼众人，他这样砸门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进来的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完蛋的。大男孩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先把他放进来，我们几个可以先控制住他。小萝莉在听到女人的话后也没有吭声。许是谁都不愿看着眼前好好的人直接变成丧尸，眼前确实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片刻后，小刘顺势冲向门口，和我、大男孩3人合力推开货架。就在小刘准备打开门时，女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眼看一个丧尸已经来到他的跟前，千钧一发间，小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平底锅开在丧尸的脑袋上。我趁机将女人拉进驿站，安置在可控的角落。等货架彻底挡在门口时，大家都筋疲力竭地喘着粗气，我的手心也冷汗淋漓。外面丧尸的吼叫依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那他该怎么办？小萝莉悠悠的声音从一侧传了过来。女人依旧惊魂未定地站在角落不停地抽泣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先收拾个地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先让你自己在屋里待着。女人小声啜泣着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谢谢。众人把杂物间先收拾了出来，让女人先住了进去，顺便给她递了一些食物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女人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但直到今天早上，快来帮忙！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
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，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。你说谎！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刀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手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。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杂货间里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。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地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